大家好，欢迎来到苹果妹的频道。上一次苹果发表会中呢 ，iPad Air 4大概是少数可以看的焦点之一。其实它在推出之前呢，大家就已经在疯狂讨论它的规格了，因为谣言流出来，听起来它的规格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第一次听到 iPad Air 可能会采用 A14 晶片的时候，抱持着非常怀疑的态度。后来又听到电源键上面可能会加入 Touch ID， 我就想说有可能吗？在这个发表会上面呢，他们讲的好像 iPad Air 都快要比 iPad Pro 强大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iPad Air 4它的规格到底可不可以比得上 iPad Pro 2020。开始之前呢，记得要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这都是我做影片最大的动力哦。首先我们就来讲到苹果，它其实是一间产品划分非常明确的公司，从他们推出很多 SE 系列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 iPhone SE 啊，或者是 Apple Watch SE， 这些大概都是很多人觉得很香的产品。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非常便宜，然后该有的功能都有，但是如果你要再多的话，抱歉，你就一定要买旗舰机。同样的道理在 iPad Air 上面也是，乍看之下它的功能非常齐全，性能也非常强大，但是要再多的话，它就是没有。尤其像是这一次的 Air 或者是过去 SE 系列的产品，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噱头，就是搭载了最新的晶片。但是苹果在中低阶产品的晶片上面呢，常常会限制它的能力，不让它完全的发挥出来。iPad Air 所搭载 A14 晶片，虽然单核心的效能是比 A12Z 高的，不过以多核心的跑分来推算的话 ，A12Z 它的总体效能应该是会比 A14 高30%以上。不过这是理论上来说啦。还有这边呢，也要特别提到 A12Z 它8核心的 GPU， 这让iPad Pro 具备超强的图像处理能力。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影片剪辑或渲染的话 ，iPad Pro 应该会是你比较好的选择。A12Z 的晶片效能多强大，我们在 WWDC 上面也见识过了。因为接下来他们要把 Mac 全系列从 Intel 晶片转换到 Apple Silicon。那在影片当中呢，他们就使用这个搭载 A12Z 晶片的 Mac Mini 作为示范，可以看到他们非常流畅的使用像 Final Cut Pro 之类的专业软体。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单单执着在12、13、14哪一个比较新之类的，因为 A12Z 其实它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哦。除了晶片之外，这次 iPad Air 最大的特色就是电源键上面的 Touch ID。虽然说这是一个全新，而且我们都很希望在 iPhone 上面可以看到的功能，但是装在一台11寸的大平板上面，真的不是那么实用欸。不过当然他们会采用指纹辨识而不是 Face ID， 也是出于成本考量啦。另外呢 iPad Air 跟 iPad Pro 最大的差别就是 Promotion 这个功能。iPad Pro 因为它的 Promotion， 所以它的萤幕刷新率最高可以高达120Hz， 也就是你在打电动啊或者使用 Apple Pencil 的时候，感觉画面比较流畅。用过 Promotion 的人都说用过就回不去了，但是像我这种还停留在60Hz 的人就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呢，可以去实际用用看 iPad Pro， 体验一下 Promotion 的厉害。iPad Pro 在相机的部分呢，比 Air 多出了一个超广角镜头 LiDAR， 也就是光学雷达扫描仪，跟一个闪光灯，它能够拍出更专业的照片。那 LiDAR 也让 iPad Pro 在 3D 领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至于其他部分呢 ，iPad Air 跟 iPad Pro 其实是差不多的，它们一样都可以使用巧控键盘跟 Apple Pencil 第2代，续航力也都差不多。那在萤幕亮度的部分呢 ，iPad Air 比 iPad Pro 暗一点点，在室外的强光环境下 ，iPad Pro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另外呢，这两台一样都是窄边框的全萤幕设计，但是 iPad Air 它只有上下2个喇叭，也就是你在看影片的时候要横拿才有立体声，而 iPad Pro 它有4个喇叭，所以你拿直的或拿横的看影片都会有立体声。最后呢，我们来讲到定价的部分 ，iPad Air 64GB 是18900元，这样子2万块不到的价格，应该很多人都可以接受。但是今天如果你觉得64GB 不够用的话，下一个选项就直接跳到256GB， 要价23900元。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最刚好的128GB 这个选项呢？而且如果有的话，定价应该会是在台币2万块左右，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理想的组合。但这就是苹果最厉害的地方，过去不管是 iPhone 或是 iPad 的容量，他们有的时候都会砍掉最适合的大小。像现在 iPhone 11 Pro 也是64GB， 下一个选项就是 256GB， 用这种方式来逼有钱人直接去买大容量，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于预算有限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今天逼不得已买了一个小容量的 iPhone， 可是回去发现不够用，他们下一次就会乖乖的买大容量。只能说苹果在这方面策略真的是蛮厉害的，会让消费者来适应他们，而不是他们去迎合消费者。当然他们也是有实力才能这样子操作赚大钱啦。但是 Air 256GB 这样子的价格，其实加2000块就可以买得到11寸 iPad Pro 128GB， 价格是25900元。10月12号之前呢，学生买 iPad Pro 还可以再搭配教育方案，那就是24300元，它还会送你 AirPods， 那你也可以把 AirPods 卖掉，这样子其实就是比大容量的 iPad Air 还要便宜。
所以怎样的人适合买 iPad Pro 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专业需求，像是剪片啊、绘图等等的，或者是如果你需要256以上这样子的大容量的话，就选 iPad Pro， 或者是你觉得价钱差不多的话，也可以直接升级 iPad Pro。一般人如果你只是看看影片啊，或是编辑文字的话 ，iPad Air 其实非常够用。如果你没有要存档的话，64GB 也是你很好的选择。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不知道看完之后你比较想要买 Pro 还是 Air 呢？最后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频道会固定更新苹果产品相关的消息，像是开箱啊，或是发表会的消息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要按下订阅旁边的通知小叮当按钮哦。你的订阅是我制作影片最大的动力，所以赶快去订阅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